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两个很熟就把项链给她。我是万妮塔，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听说今年有一个很猛的新人叫嘻哈，说今年嘻哈很厉害，我还想客套一下，我说，也就那样吧，就还行。啊，实在不好意思，嘻哈老师，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绝对会帮你向外面说，今年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都干不过嘻哈。话说大家有看隔壁的节目吗？对，新说唱2025。我当上导师了。但其实我第一次做导师席是大概5年前，新说唱彩排的时候，我偷偷坐过亮颖姐的椅子。我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坐到这个位置。如果做不到，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还好成了导师，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今年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两个很熟就把项链给他。现在大家都叫我说唱武则天，其实是我之前为了押韵写的一个歌词。My flow 游离在你骨骼间，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没想到说话这么灵。还好当时没有乱押韵，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但凡我写成说学逗唱赛于谦，今天现场咱辈分就乱了。见到岳云鹏老师，我说来了哥，他说是的，大爷。冒犯了岳老师？没有。毕竟咱们今天的主题，这场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我只是在台上比较有攻击性，我台下呢为人和善，很讲礼貌，老娘素质超高。我不是那种会当面呛人的 rapper， 我嘴比较笨，别人如果惹我的话，我一般当下都不反驳，然后回去写一篇小作文。我做人就是这个样子，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口。因为不写出来的话，我会憋死。我可以跟这个人有过节，但我不可以乳腺结节。那虽然我有一些点评的经验，但今天过来我还是非常忐忑的，因为点评脱口秀并不是我的专业。但导演说没关系，其他几个也不专业。专业的都在舞台上比赛。总有人说我们说唱比赛 battle 起来是非常狠的，火药味很重。那我看你们脱口秀才狠吧？你们选手 PK 起来也有点真的没人性，年轻的也打，上学的也打，老的也打，残疾的也打。听到你们有复活，我都害怕打这么狠啊！今年当导师，我很想好好的帮选手，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起初我刚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天天在家里鬼吼鬼叫，我家里人就让我出去。他们不懂说唱，但知道这个东西属于街头。那个时候只有我妈妈支持我。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那我说我想学画画，我妈妈就借钱让我去学。我说我想读大学，我妈又多打了几份工。后来我说
我想搞说唱。我妈沉默了，她说你搞说唱读什么大学？开玩笑啊，一句玩笑话。其实现在的 rapper 学历都挺高的，但我妈妈当时不理解，她说还能再供我2年，就是那一年我写出了《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对，就是这首歌火了之后，我看我妈天天在家里唱这首歌，我非常开心，因为那些年全靠我妈妈的托举，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愿意给她所有，除了项链。但我觉得无论是说唱还是脱口秀，最重要的是还是自我的表达，表达出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像我这种不是很会说的，那就说唱出来。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With my squad， 长城称霸就是叫你怕炮空烂炸 ，Yeah baby。谢谢大家，我是万妮达。谢谢妮达的精彩表演，请入座，也请您把麦克风，妮达，你拿走了选手的麦克风。我很紧张，我很紧张。OK， 见笑了各位，再见。我们掌声再给妮达，也欢迎在这个赛段会一直陪伴我们的岳云鹏老师，欢迎。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请坐，各位请坐。大林有来之前给岳哥稍微嘱咐吗？没有，我都不知道他要来，我知他来我不来了。现在已经像是我们家主场了，现在已经是。对。我们俩不能同台，你们俩是竞别，因为我师傅是武则天，因为我师傅是。确实，这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赛段的规则啊。这个赛段是我们的主题拼盘赛，上半场是说出来又如何。我们的演员朋友在2楼啊，也已经自行选择了自己要讲的主题跟拼盘，每个主题会有15位演员进行表演，他们分成了2个拼盘，一个拼盘7个人，一个拼盘8个人。每个拼盘中末位的3位会进入待定区，最后根据大排名进行补位，而整个赛段的晋级名额是20个。在第一赛段前面，咱们发出去了一些复活金牌，这段没有排进前20的朋友，他们可以使用金牌复活自己，也不占用其他人的晋级名额。我们4位气氛组组长也还是1人1票，人人平等。每次比到这个赛段还是很激烈的。咱们今天像妮达所说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下一期的主题叫这个世界谁懂啊？我个人理解啊，可能其实就是脱口秀的2个母题吧，一个是世界比较怪怪的，大家总想指出一些这个世界一些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就是直言不讳、直抒胸臆。不知道几位气氛组组长听到咱们今天的主题说出来又如何，有什么感受吗？在这个主题下？我感觉这个主题就是怕限制大家发挥，就给一个大家都能说点什么的主题。上来就揭人底儿，姐。每个人站在这儿都是在想说出来又能怎么着呢？是吧？又能怎说呗？我觉得 hip hop 文化里面就是 rap 和脱口秀很相似，有一些很底牌色彩是很相像的，所以我其实觉得有很多很熟悉和亲切的地方。对，就是可以袒露真言，要 real， 脱口秀也要 real。是，咱们这脱口秀、相声啊、说唱，这歌会都在曲苑杂谈上嘛。对，说唱艺术都是。太棒了！行，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拼盘表演，开始今天的比赛，好不好？好。今天第一位上场的朋友就是今年的新人，而且他是咱们今年所有选手里年纪最轻、舞台经验可能也最少的，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开场演员不容易，大家多给这位年轻的朋友一些鼓励，好不好？掌声有请陈明飞。大家好，我是陈明飞，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
还有2人间的冷漠。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真的很冷漠。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只有群收款。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也没有人去问。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完全没有互帮互助，1人1个垃圾桶。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1人1个垃圾桶，你们屋里总有垃圾。宿管查寝说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我说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而我这个人吧又偏偏不太懂事儿，需要睡觉。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说哥们儿，我有点神经衰弱了，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睡醒你再接着玩？他说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有8个。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他的 AK。我身在和平年代，心有战后创伤。也试过戴耳塞，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顺利的时候他会反复问对面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不顺的时候他会说哥们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耳塞会吸收70%的音量，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吾日三省吾身。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我觉得能理解。但我是一个北京人，我只会普通话。我骂他们透明，他们骂我加密。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一不小心没戴耳机，开的外放。我朋友说陈明飞，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我说我舍友唱歌不傻帽。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我记得小学那会儿，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朋友们，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每天都很开心，老师就很不开心。老师就会说陈明飞，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就都给我出去站着。朋友们，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一说话立马能下课，表达总有正反馈，你就特别爱表达。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我看完很愤怒，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
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值得。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正义的去表达，就应该这样。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冤枉坏人了。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是没有功德吗？我又怕他说，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有一天就是感觉，原来社会新闻你都敢勇敢说，现在宿舍冷漠你都不敢说话了。就在宿舍群里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发完我就后悔了，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有自闭症，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不愿意再表达的人。在一次次辟谣里面，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谢谢陈明飞。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陈明飞。明飞，我在这边呢，我在这边。哎，我在这边来着，紧张不？开场。上台前其实不是很紧张，临近上台下楼梯有一点紧张了。临近上台下楼梯，上楼梯吧？他从这个地方下这边，我是傻子，对不起对不起。你是他室友。是我的傻。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他怕你开枪打他。真是。我记得好像是妮达先拍灯的，是不是？对，是哪？那个战后创伤，我觉得这个我都讲不清楚这4个字，救命！战后创伤，战后创伤，战后创伤，老师饶了我吧。战后创伤，妮达是想暂停一下，想听清楚这4个字。暂停。啊，这个太幽默了，这个太幽默了。我原来看他，我觉得是文文弱弱的一个男孩，然后而且还是学生嘛，没想到他攻击性这么强。他刚前半段对自己特别狠，后边就开始无差别扫射了，跟他的室友一样。刚才我听的时候，其实他讲宿舍那一趴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很好笑。我没有什么共鸣，因为我大学宿舍嘛，我。但是罚站那我是拍了灯的，因为他说那个特别对，就是当你一个人罚站的时候，就是纯罚站；当一帮同学都罚站的时候，那就是提前下课了。我觉得他的压力来自于第一个表演，
其实，在我们说相声的时候，第一个开场的时候也是很难的，能把场开开就不错，兄弟，你很棒。我觉得陈明飞的脱口秀有一种那种懂了就懂的，懂的都懂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我是拍在他说他的室友在打那个枪战游戏，然后语言系统非常单一，就是你如果身边有打枪战游戏的人，就会马上 get 到他在讲什么。就是我把我看到那一点点东西讲出来，背后你们自己感受吧。然后陈明飞也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他其实大家每次给他鼓掌的时候，他都会在台上鞠一躬，就他是可能在正反馈系统里是比较有礼貌的一个人。给我们正反馈。但我觉得在以后的比赛当中，你可以适当的减少，你不用跟我们这么客气。我们为你鼓掌，为你叫好，是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你看就这样。没有，开玩笑。他跟王菲那个气质很像，我对你对我的认可表示充分的认可。他并没有很认真的要给你讲一个什么事儿，他只是把这个事件表现出来，他也不是站这儿说同学们我们学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会让我们的那个每个人自己去思想的空间会更多一点。因为明飞真的平时就说话很少，我想问问你，就是到后边其实你跟大家探讨的是相对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往内心走的一些话题吗？你有担心不？没听懂，开始担心了。他在加载后反劲儿。就其实能开场其实还挺高兴的，因为开场和压轴如果排你，说明很信任你和你的稿子。太帅了，真的太帅了。我真的还有一个特别个人的一个小问题，你就听了你这段，我就想问你前面讲的那一堆跟你室友这个那个的，你是在跟他们说还是在跟别人说？什么意思？你是想讲给你的室友听，还是讲给除了他们之外的人在听？那个其实是一个载体，就是什么意思？当我没问行吗？庞博你别问了啊。一个理科生跟文科生的对话。咱写信吧。你说载体是啥？就是如果你跟我的想法或者说观点很像，你能听出第二种东西，然后如果我们不一样，它也是一个喜剧性足够的段子，然后好，真的有素质，说话也非常深沉。你的室友真的，我第一次听到就打枪战游戏被人打，就打的时候骂人是喊我错了。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是这么高素质的去发怒，真的太棒了，爱你，真的小天使。戴着耳塞没听清楚，他说我没有，他说我错了。好嘞。谢谢明飞的表演，他也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满票，也请明飞先前往等待区入座。谢谢明飞，为大家开了好场。他坐着真跟等车似的，你这是茶叶票。哎，你们不知道，导演组一直跟我说，明飞这个孩子就是平时不爱跟大家聊天，一定要多 Q 大家跟他聊一聊天。但我一直跟导演说他不聊天的时候特别好笑，一聊天容易真的听不明白。他说载体，我现在都没想明白今天这种最大的难题。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载体。载体就是你想坐车回家，车是载体。